行任务，请你们让开。你给我站那儿！让开！让他们进来吧。方大队长，马汉山我们是一定要带走的，请你谅解。带走。等等。今天不是我不想让你们带人，马局长信不过你们，他不想走。马局长，你拿我枪干嘛？哎，沈局长，别动！哎，别动！你别动！把枪放！别动！海山，把枪放下！你们把枪放下！马山，你可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后果？哼啊！是啊，人是知道后果，枪可不知道后果。老站长，不要这样嘛！你懂个屁！党通局的人从来没把军统的人放在眼里，更没当人看。我今天不彻底的收拾他，等不到晚上我就是第二个崔东石。不臣，你听我的，带着你的人都出去。老站长，我这就把人带出去，千万不要干傻事啊！哎，你别动！别动！上尉员高，到，从外面把营房门锁上。是。马局长，你现在可以把枪放下了。现在就咱们3个人，有些事情，咱们现在可以说清楚了。你跟这个姓徐的能说清楚吗？别动！姓徐的，都说子弹不认人哈，我这颗子弹就认识你的心脏。现在你说，那天晚上杀崔东石，你到底怎么布的局？说！曾督察吗？我知道你很为难，可是我们现在也非常的为难。事情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了。曾督察，您在听吗？我知道您在听，请无论如何回我一句好吗？我在听。好，曾督察，方大队长现在不肯放人呐。那个马局长已经疯了，他拿枪顶着徐局长，上了膛了，随时可能走火呀。这个没调会的人，到底应该归谁来审？请曾督察请示一下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好吗？徐铁英这么做，是很不厚道的，我真是不愿意搭这个言。既然王站长在那儿，那同属国防部，就请王站长尽量的稳定局面，千万不要搞得最后很难收拾。放下你的电话，我马上向南京请示。好，好，我等电话。啊，请打到军营门卫室。长官，刚下完雨，空气挺好的。是啊，您要不要跑跑步再吃晚饭？通知厨房，让做的时候再做。是。
是我是可达，江峰同志。我是在1号专线给你打电话，听的就是了。是。革命总是艰难，现在尤其艰难。他们已经完全不顾党国的生死存亡，为了一己之私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今天2大势力盘旋于总统身边，说我们国防部调查组被共产党利用，这才出现了国防部那道无党无国的军令。我跟总统深谈了2个小时，总统教导，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共产党利用。他们所指的共产党，无非是方某。我现在问你，梁金伦同志那边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？他派的训练的那个人跟方某接触过没有？方某跟共产党的联系是否完全切干净？你先不要回答我，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，把上述问题落实清楚。通过2号专线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，我就能让总统放心，彻查北平的贪污案，让美方立刻恢复援助。是，立刻落实。王副官，不会是我家里打来的吧？是你家也没关系，应该是找我爸。喂，请问是燕大何校长家吗？是，请问哪位？我姓曾，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教授。我想请问，梁金伦教授在吗？清华的曾教授找梁先生的。你好，曾教授，梁先生在这儿。可是他正在帮何校长做一份很重要的文件，如果没有要紧的事，能不能晚点打来？实在是打扰，我这儿也有点急事儿，只占用梁教授几分钟时间，麻烦请让梁教授接下电话。好。梁先生，清华曾教授的电话。曾可达竟然严重违反接头的规定，把电话打到了何家，这不仅使梁经纶棘手，更使梁经纶心慌。促成何其仓上书推行金圆券是他的第一任务，这个电话一接，很可能引起怀疑。强势的上级为什么从来就不考虑下级身处困境的艰难呢？去接电话去。清华的曾教授正在赶一篇发表的论文，其中采纳了我的一个观点。我担心这个电话几句话说不清楚。那就跟人家说清楚，我们这个方案，南京政府急着明天就要，我呢，未必明天就给。先生答应王玉武部长的事情，还是不耽误为好。我尽快上来誊稿。彻底忘掉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让别人理解，让别人认同，让别人心仪。梁经纶强迫自己在心里默念着《间谍攻防守则》《心理篇》这几句要诀。
木兰同学来了。我来肖玉家待几天。清华曾教授的电话，等很久了。谢谢。曾教授吗？对不起，我刚才在楼上帮何校长做一份方案，让您久等了。真是，我这儿也有一份非常着急的方案，要马上递交给校方。校长，限我半小时之内递上去。可是偏偏遇到了一个死结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只能求教于你。你现在说话方便吗，梁教授？你们清华总是把一些学术问题看得那么重，牵扯到你们的研究成果，我听了不好吧？是2个同学，我的学生，应该没有关系。木兰，我们出去散散步吧。好。我现在一个人了，曾教授，请说吧。何同学和方先生接触了吗？接触了。告诉我他们谈话内容。您知道，我这一天都在帮何校长赶那个经济方案，还没来得及过问其他的事情。还没来得及？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急于知道结果的不是我，而是2号专线，你明白吗？配合何校长做出那个经济方案是我现在的第一急务，时间已严格限定，明天必须上交。不要分辨，我告诉你，2号专线刚从1号专线给我打来电话。我们在北平调查的那些人，利用他们在南京的上层，向1号专线进言。1号专线现在对我们动摇了信心，相信了他们，认为我们被共党利用，要我们交出调查权，把一切任务交由他们去执行。2号专线十分痛心，十分愤慨，也十分忧虑，责成我在半小时之内向他汇报接触的情况。那个方先生到底有没有被共党利用，这一点已成关键。如果他被共党利用，我们则前功尽弃；如果他没被共党利用，那2号专线马上就可以向1号专线做出保证，粉碎那些人的阴谋，夺回我们调查的权利。2号专线给我的时间只剩下25分钟了。我给你20分钟时间，问清情况，15分钟后直接打这个电话找我，汇报明确的情况。王部官到。长官，该吃晚饭了吧？吃什么饭？打电话给镇营长，问问军营的情况。是。王站长，你的电话哪里打来的？陈总司令，为什么不早说？徐局长正在和方大队长谈。听徐局长的意思，应该是牵扯到国防部预备干部局，希望尽量不要发生冲突。是。请陈总司令放心，我会尽力配合。如果半小时之内不能完成任务，那再请您亲自过来。是。
对不起，雪莲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好。不，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你今天任务完成得很好。那他在送你回来的路上就什么都没说了，一直沉默，再没说话。知道刚才打电话来的是谁吗？不是清华的曾教授吗？不是，他是我们学委的一个负责同志。刚才打电话来，就是想了解你今天争取方毛的情况。那个负责同志还在等我的电话，我现在简单的交流一下我的看法。第一，方毛今天的表现是正常的，如果他轻易的答应了你，争取他的意义就不大。第二，你今天不应该去看谢木兰同学，更不应该答应他到这里来。回到客厅后，你带他去爸爸的房间，陪老人聊聊天。我打完这个电话，我直接送他去外文书店，你住的地方吧。小玉，还有几句话，听我说完，好吗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，而是明明无法阻挡这份思念，却还得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。陪他去爸爸的房间。断章是一首诗，卞之琳是这首诗的作者。曾教授，我已经没有时间向你详细解释。以上就是他们今天见面的全部内容，我不能做判断，也不能下结论。像着好花儿吹，柔情蜜满人间。简峰同志，以上就是梁经纶同志刚才报告的全部内容。方梦哦，说崔总说的那段话。重复一遍。是。关于他跟崔总是朋友的那段话。是，建峰同志。梁经纶同志说，方梦敖对何孝玉的原话是：“崔宗实跟我是朋友，像我大哥一样的朋友。不管他是怎么死的，为谁死的。”让他死的人一定会搞清楚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这段话是什么意思？不要往梁经纶身上推，我现在想听你的直觉。曾可达应该理解建峰同志今天的心情，可他偏偏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。这个问题，上级在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恰恰是最容易放大下级弱点的时候。自己刚才试图往梁经纶身上推卸责任，实在不智。第二，也可能是方敖急于和共党地下党接头，便使用这种极端的手段
迫使共党地下党赶紧与他接头。我要听你说出直觉，不是什么第一可能、第二可能。我现在不需要听分析，你的分析我已经听够了。告诉我你的直觉，方梦敖为什么揪住崔中社的死不放？是建峰同志，我认为这是方梦敖和崔中实的感情太深了。是跟崔中社个人的感情太深，还是跟共产党的感情太深？根据我的直觉，是方梦敖和崔中实的个人感情很深。共产党内是不允许讲个人感情的，方梦敖这样做说明了什么问题？想一想，从你自身找原因。是建峰同志，也许从一开始，我对方梦敖的怀疑就是错误的，甚至我对崔中实是不是共产党的怀疑，也是因为我有成见。为什么会这样想？方梦敖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，但是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。如果崔中实是共产党，或者他知道崔中实是共产党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也绝不可能把自己拼命地往崔中实身边靠。都因为我的固执影响了你的判断，这再一次说明，不相信你是会犯错误的。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共产党的专利。你下一步想怎么做？坚决执行建峰同志的指示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，戡乱救国。我向你保证，精诚团结方梦敖，精诚团结梁经纶同志，以利于彻查平津地区的贪腐，争取美国政府立刻恢复援助，配合总统和建峰同志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，为总统指挥国军将士在全国各个战场击败共军，至死不渝。共同努力吧。刚才史中社又接到陈其正的电话了，他已经亲自去稽查大队军营，扬言要逮捕方梦敖。你现在可以代表国防部保密局给北平站的王副镇打电话，命令他在那里稳住局面，然后你赶过去，代表我转告陈其正，方梦敖是我的人，不是共产党。他要敢再不护，就警告他。我一直在总统这里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。他要把人带走，必须先给我打电话。是。给王副镇打完电话，立即开通专用地带，有一份绝密方案，你看后就明白了。是。是，知道了。陈总司令大概过半个小时能到军营，这半个小时里我会尽力维持现在的局面，请您早一点过来。长官，请问有什么吩咐？陈总司令马上就会亲自到你们军营，你是不是现在把营房的门打开，请你们方大队长还有徐局长出来一下？长官，我接到我们大队长的命令才能开门。那就请你现在进去，把陈总司令要来的情况向你们方大队长报告一下。长官，我们队长给我下的指令是原地待命。对不起了。王站长，我认为我们的局长现在已经被挟持了。在陈总司令来到之前，我觉得你有责任进去保护我们局长的安全。刚才忘记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全世界的空军在飞行时都严禁喝酒，但这个规矩在我们飞驼峰的时候给破了，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只要你进了机舱门，10有8九就回不来了。所以我们强烈要求喝酒，不喝酒不起飞，但喝醉了就没法飞。怎么办？报告送到史迪威那儿，他也很为难。后来还是陈纳德老头有办法，想出了这个红酒兑可乐的高招，1比1的比例。起飞前每人缸子，喝完了先把缸子浇了，再起飞。现在我想问一下二位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有学问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说你有学问不代表你猜对了，你把缸子放下。徐局长，咱们3个人里边，属你最有文化了，你来猜猜，这什么意思？猜对了呢，我们一块儿把这酒干了。方大队长，党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那些牺牲的英雄。为了他们，你也应该更好地驾着飞机，履行军人之天责，发扬既往之光荣，戡乱救国，再建新功。我请你们喝酒，你给我上课。你要是再打一句官腔，我现在就出去。这酒你跟马局长，你们俩一块喝。好啊，我举双手赞成。徐局长，我一会儿要出去呢，就给你们10分钟时间。10分钟一到呢，我就给上面打报告，说你在单独审讯马局长。到时候枪一响，我就带着王站长那帮人进来。到时候地上会有一个死人，跟我一点责任都没有。到时候老子会说，某人贪了某人的钱，被老子知道了。前几天还扭断了老子一只胳膊，威胁老子不许说出去。今天又以审讯名义想杀人灭口，老子岂能不正当防卫？我这么报告行吧？啊，姓徐的，方大队长，你有什么想法，完全可以直接的提出来，我从来没有不愿意听啊，是不是？咱们2人虽然分属2个部门，但是还是同属于同一个调查组。我真没什么想法，我今天就是想请你们喝缸子酒，在喝这酒之前呢，请你把我刚才的问题回答我一下。什么问题？就是红酒兑可乐，为什么是1比1的比例？长官，第1页。后边还有3页，赶紧译。是。行了，不为难你们。我告诉你答案吧。一半红酒是壮行的，意思是回不来了；一半可乐是祝福的，意思是还能回来。哦，那么多飞行员，那么多飞机，
大多数都没回来。我每次都能回来，直到现在，我经常想，我当时要是和飞机一起摔在土峰该多好。那样的话，我就不会认识崔中石这个朋友。那么忠厚的一个人，3年来像我大哥似的，月月去航校看我，给我送烟送酒。我以为他多有钱呢，等我回了北京，我才知道，他天天被别人逼着替别人赚钱，自己家里2个孩子连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。我就是个混蛋。我怎么没想在他走之前，请他喝1缸子可乐兑红酒呢？现在，我只有请你们2个喝。我喝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对不起老崔。人在江湖，姓徐的，你知道喝了这杯酒之后，等待你我的是什么吗？啊？方大队长，你听他把话说完。他能说出什么正经的话？我想听。你听不听？那就说吧。等待你我的只有2种结果：喝完这杯酒，看咱们2个人谁先死，谁后死。喝吧！有意思。有意思。我现在还真想喝这酒了。我会喝的。咱喝之前有几句话，我要向方大队长说明。崔中石死的那天晚上，你父亲还有你姑父，都在我的办公室里。我下没下过枪毙他的命令，你问他们就知道了。中石大哥，这杯酒请你。我赢了，跑步连队。陈继承来了，队长还在里面呢。
你们说怎么办？带严防去，关上门，听队长指挥。就这么办。好，赶紧行动！啊！全体开始！大家包围营房，就阵，住手！1排正左，2排正右。队长，警备司令部的程继成总司令来了。都把正门堵上。守住门窗，告诉外面，这里是国防部调查组稽查大队，敢擅自闯入者，开枪！是，冲出去！队长，我帮你守住里面一个窗口吧。里边不用你管，你带帮我传话去，把枪给我。是。传我的命令，让里面把门打开。是。里面的人听着，陈总司令有令，立刻开战。外面听着，这里是国防部调查组稽查大队，有擅自闯入者，我们就开枪了。开枪！把门给我撤开！陈总，他们毕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，如果发生冲突死了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娘西屁的！陈总司令，你什么时候看我抽过烟？你们保密局的人就不能响应下总统的金正我运动？什么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啊，连国防部的命令他们也敢违抗？他们已经什么都不是了！从大门把窗口给我冲进去！都不许动！我有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，今天的行动不允许发生任何的冲突。执行组，到！每个人站到各个窗口，用你们的身躯执行军令。站长，行动！行动！陈总司令，听我一句劝，再等10分钟。娘西屁的！你们这些条条归保密局管，在北平这块块让归老子管。你也敢抗命？你躲不躲开？我这么做，既是向保密局负责，也是对陈总司令负责。你要是不理解了的话，开枪吧。党国的事儿，全误在你们这些人身上。好，我就给你10分钟，看好表。10分钟之后，里面再不开门的话，就开枪冲进去。敢阻拦的，就地解决。是。
加速。是，快。干什么？我就是想抽根烟。支能司令，您放心，10分钟过后，您就是不枪毙我，我这个站长也得被撤了。新生活运动是参加不了的。明白就好。还有4分钟，你就往死里抽吧。 陈副总司令，有国防部最新的军令吗？我没有国防部最新军令，但请陈副总司令现在去门卫室接听电话。没有就不要再改口。王步臣，这就是你要的那10分钟。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北平站的站长了，要何走一边可去。听我的命令。这是1号专线电话。 陈副总司令，请你立刻到门卫室去接1号专线电话。是，建峰同志，陈副总司令就在这儿。是。建峰兄吗？陈总司令不要这么客气，称我的名或者称我同志就是了。校长好吗？陈总司令指的校长是谁？现在是宪政时期。 请大家都遵守宪法。你是问总统吗？总统好吗？总统很好，已经在吃晚饭。是不是平津方面有紧急军情？陈总司令，要我请总统接你的电话吗？哦，不要。建峰同志，千万不要打扰总统。那有什么事？能不能先跟我沟通一下？ 建峰同志，你在南京，我在北平，这里的情况我更清楚一些。国防部调查组那个稽查大队有共党的内奸，利用你反贪腐的决策，配合共产党煽动学潮，把北平全搞乱了。调查组稽查大队是我建立的，人员是我组织的。你说谁是共产党的内奸？方孟敖。 这个人是共党秘密发展的党员，证据，告诉我他是共产党秘密党员的证据。现在只能说是迹象，种种迹象已经显示。具体证据，党通局跟保密局
会有详细的后续调查报告。那就是还没有证据，也就是说，种种迹象都是你的猜测。建峰同志，我是受总统的重托守着北平，我必须向总统负责，同时也向你负责。抓我的人不跟我打招呼，没有证据，就说是共产党，你没有义务向我负责，希望你向党国负责。建峰同志，我今天的行动是奉有国防部的军令，这道军令是向总统汇报过的。总统有明确批示吗？你帮着另外一些人私自给总统打那么多电话，希望总统同意抓我的人，是吗？陈总司令，我希望听到你的明确答复。建峰同志，我也希望听到总统的明确指示。好，那就请你记录，在心里记录。是。陈继正是我的学生，对我还是忠正的，也是糊涂，可以改正。叫他替我看好北平，严防共党煽动奥运命运，尤其要严防共产党的策反行动，配合傅作义跟共军作战，不要去巴结别人，趟金融经济的这趟浑水淹进去，那就谁也救不了他。陈总司令，是，听明白了吗？学生明白。陈总司令，校长对你还是信任的，听我一句劝，国防部那道军令暂时不要执行，将调查民调会物资和北平分行账目的责任交还给国防部调查组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明白了，建峰同志。任务取消，你们都撤吧。方站长辛苦了。执行任务应该的。还有任务需要你配合，我们一起进去。放上车，快！民调会的案子性质变了。查案的和被查的互相串通，湮灭证据，掩盖真相，还到总统那儿诬告国防部调查组。从现在起，马汉山和民调会几个重要案犯要隔离审讯。我赞成。根据你们国防部的军令，我今天到这儿来，就是要将马汉山一干重犯押解到北平警察局隔离审讯。局长，我还没说完。南京方面有最新的指示，国防部那道军令暂不执行。马汉山和一干重要案犯要押至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关押。方大队长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马副主任，你今天很配合，你想跟谁走，你自己说。方大队长，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我在后海吗？当然记得。当时咱们俩在水里，你问我看没看见那个人，还记得吧？我现在回答你，我看见他了，他还跟我说了话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有些人为了保财，有些人为了升官，安了一个共产党的罪名杀了他。
下一个该轮到我了。你接着说。姓徐的，那天夜里你在警察局说崔中石是共产党，绝不能留了。杀了他之后，你又当着他的尸体面说他不是共产党。你现在能不能当着方大队长说崔中石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不是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是谁在背后逼着你杀他呀？方大，屋里请吧。行长，屋里坐吧。就不进屋了，就在这里坐坐吧。哎呦，这样。崔太太，行长怕热，我们就在院子里坐坐吧。不是，这院子里这棵树吧，它老有虫子，把清丧了呀。哎呀，钟石真是好福气啊！平时只听他说，夫人细心体贴，好好学学。裴东，行里还有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再叫司机来接我。崔副主任为行里挣来不少美元，行长心里高兴，这就想着一定要来看看你们，没别的事儿。我先告辞了。我帮忙开猛接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小香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你快过去陪行长，我来关门。啊，好日子，你有本事把老子这只胳膊再拧断呐！走开，让徐局长来问他。徐局长，有什么话你来问他吧。崔中石放弃了组织安排的营救，选择了并不慷慨的赴死，这时起到了作用。错综复杂的党国内部各派，竟然无一人敢承认他是共产党，还不得不承担杀他带来的后果。主任，您代表的是中央党部，你们先让那位党国的败类给我站起来！队长，马汉山，你架子摆完了吗？摆够了，就回方大队长的问话。回什么话？崔中石是怎么死的？是不是牵扯到谁都可以说。方大队长，如果牵扯到你的父亲，是不是也可以讲？说吧。夫人，行长，来，上好的龙井。谢谢。慢慢吃，不着急啊。
是的。爸爸在美国，还会给你们寄。今天咱们不听妈妈的，尽管吃。让孩子们吃吧，不要服了行长的意。你数数，爷爷给你的是几块？ 4块。真聪明。妹妹是4块，你觉得爷爷应该给你几块啊？3块。为什么是3块啊？因为爸爸从小跟我说孔融让梨。崔太太，你也吃1块吧。哎呦，这是小孩子吃的，我们不好意思的。崔副主任说了，他买的东西你也要吃的。我陪你吃一个。好的呀。问问妈妈好不好吃？蛮好，蛮好。钟氏的家教比我严呐。 曾督察，我也是南京指派的调查组成员，我建议立刻将这个贪污犯押出这个房间去。马汉山当然应该关押。主任，为了党国的形象，您犯不着再为他们遮遮掩掩了。胡说什么？是。崔中实。 是在方行长离开后，被马汉山带来的北平站的人拉去西山枪毙的。你说呀？你接着说。当时你把老子拉到一边，你说什么了？我传达了徐局长的命令。是什么命令啊？崔中实的情况太复杂，应该将人送到国防部调查组去。 徐的呀，听见没有？你的部下可是越过底线了。好，我请问，当时打电话让我带着北平站的人来，只是把崔中实押送到国防部调查组吗？笑话！那你们警察局那么多警察干什么去啊？ 是不是不想说实话呀？啊，好，这是逼着老子也是要踩过底线了。那我就把你在背后如何盘算国防部调查组和北平分行的事，我都给你抖出来。丢人误国，马汉山、孙朝忠，立刻交北平站羁押。方大队长负责的稽查大队独立审案。 彻查贪腐，再有部门敢干扰办案，直接报剑锋同志处置。方队长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羁押到北平站的人，我能不能够随时审问？北平站也归国防部保密局管，你当然可以随时审问。徐局长。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可我希望，你现在最好不要有什么别的意见。
这2个人就交给你，除了国防部调查组，任何人都不得提审。没问题。执行组在。保护马副主任孙秘书去西站。是。孙秘书。老站长啊，替党国干事哪有不出差错的？事情说清楚就好了。我们走吧。洪晨，你还年轻啊，最好别去接这个棒了。万一老子要死在你那儿，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，你懂吗？给脸不要脸！我和方大队长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你也准备留下来一起参加吗？方大队长，红酒兑可乐，我记住了。死也是杯酒，活也是一杯酒，我也记住了。相见恨晚呐！里面请。抽烟？不了。违反新生活运动了？没那么严重，只是我一直不会吸烟。我们共事1个多月了，上面只是想听听你对组织的看法。组织？什么组织？我们国防部调查组，还有建峰同志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。我没什么看法，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可以直说。也好，那我就先转达建峰同志对你的评价。方梦敖同志，人才难得，很健康，有尊严。不了解他的人，接受不了他的自我表现。只有了解他的人，才能欣赏他超越于功利之上的精神。也就是闻一多先生在评论唐诗时所说的宇宙精神。我们以往所犯的错误，就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才，这样的精神。你代我将一首诗送给他，这首诗是他最喜欢的，我也喜欢。太阳啊，刺得我心痛的太阳，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还乡梦，又加他12个时辰的九曲回肠。太阳啊，火一样烧着的太阳，烘得干小草尖头的露水，可烘得干游子的冷泪盈眶。太阳啊，角楼新生的太阳，不是刚从东方来的吗？我的家乡此刻是否依然无恙？太阳啊，我家乡的太阳，北京城里的官柳裹上一身秋了吧？哎，我也憔悴的同深秋一样。
为什么要读这首诗给我听？剑锋同志想知道，你听完他送你的这首诗之后的感受。我没什么感受，我只知道写这首诗的人已经死了。是，这也是剑锋同志让我跟你交流的下一个话题。一个晚上，聊完一个死去的人，再聊另外一个死去的人。剑锋同志说，我们几千年来犯着的同样一个致命错误，就是往往不喜欢自己优秀的儿子。你说这个我们指的是谁？很多人，比如暗杀闻一多先生的那些人，比如刚才想抓你的那些人，都是。那些人又是谁的人？谁的人都不是，他们自诩是党国的人，其实是误党误国之人。那跟几千有什么关系？惯性，几千年造成的强大惯性。这也正是剑锋同志希望我跟你谈话的重要内容。太深了，我听不懂。剑锋同志说你能听懂。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，就是一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历史。谁来维护？只能重用小人，重用小人的结果必将是排斥优秀的人才。楚国放逐屈原，司马氏集团杀了嵇康，这就是典型的两个例证，其结果不是速亡，就是酿成万马齐喑的哀韵。相反，也有两个典型的例证：唐肃宗不杀李白，宋神宗不杀苏东坡。这是他们吸取了前朝的教训，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杀高人不祥。一个善念，保护了李白，保护了苏轼，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不可取代的文化。这两个朝代无形中延续了许多年，不能说与此无关。我好像听明白点了。你说了这么多，你的意思是，杀害闻一多先生跟谁都无关？不是有关无关的问题。剑锋同志也正因为文先生之死十分痛心，才跟我们讲起了刚才那段历史。比方今天，你能从陈继承的枪口下脱身，这也证明了剑锋同志的态度。曾祖傻打这比方我不明白。有什么不明白？就是照你的意思是，屈原、嵇康、李白、苏东坡，还有闻一多先生，那都是高人。我是个军人。你是一个能保护高人的军人。剑锋同志为什么要送你闻一多先生的这首《太阳引》？因为他知道你崇拜闻一多先生，你就像文先生一样，爱我们这个民族，热爱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，热爱我们这个民族的所有同胞。太大了吧？我还得过来吗？责任，这就是责任。我们为什么要来北平？因为在北平还有像闻一多先生一样的朱自清先生、陈寅恪大使，连他们家里都断了粮，更何况北平上百万的民众。你和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们。让我干什么？直说。明天开始，稽查大队进驻北平分行，清查北平分行的账目。国民党的内部矛盾，因美国突然暂停了经济援助，现已全面激化。铁血救国会连陈继承都开始打压了。
推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就是方孟敖同志。我以经济战线的情报分析，一旦美国恢复援助，国民党会立刻推行币制改革。平津地区的重点是北平分行，为了让北平分行全力配合，蒋经国会不惜一切代价，排除一切障碍，重用方孟敖，来对付方不听。现在来看，我想组织上是否考虑考虑，该不该和方孟敖同志结上组织关系？谢老所担心的，是不是有以下2个意思：一，蒋经国的铁血救国会已经做了全面的布控，我们有任何街头行动都会被他们发现；二，继续利用梁经纶，让何孝玉同志去接头，可又担心何孝玉同志在感情和经验方面都无法应对梁经纶，更无法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。小王，华北城公务的电文到了没有？立刻向华北城公务发电，6个字：3号，时间有限。是。谢老，今晚约您来，主要是因为上级有重要的指示，所以务必请您和我，还有老刘同志一起等待。是关于币制改革的指示，还是关于方孟敖同志的指示？可能都有。方孟敖同志原本应该在关键的时候率部起义，可是现在事态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，完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。方孟敖同志和我们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。部长，没有签署，是北平2号发来的。中央那边还没消息吗？啊。国民党的飞机2架，请首长和同志们先进防空洞吧。下飞，不用理他，各单位继续工作。部长，请首长防空，注意安全。听你的，听我的，加强警卫。是。马上翻译。是。鬼龙神动乱，刘向原来不属。刘向原来不属。主席，叶科长，你马上到县中学，找到校长，无论如何要给我借到这本书，就说我要看。是。
给北平2号发电。是。等等。照原文放吧。是。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向原来不读书。既找玉台新咏卷1一读，悟。这不是正式电文，是华北城工部转发的紧急通知。中央的正式电文密码会改，我们要尽快找到《玉台新咏卷1》这本书。这是一本什么书啊？我们的同志家里有没有？这是一本古诗词，我们的同志家里应该没有。哦，那只能到理论上去找了。我去吧。老刘同志，现在全城戒严。谢老，您不能在这里久留，等我们接到正式的指示，我们会再跟您联系的。天亮以后，可不可以打方家那个电话？这段时间我都可以接电话。方伯庭今晚去了崔龙石同志家，天亮之后还要去何其仓家。一呢，是避开方茂；二来去向何老了解一下美国方面对币制改革的意向。谢老的这个情报也很重要，我会一并向华北城工部回电的。老刘同志，你把谢老送到大门口，告诉护送的同志务必保证安全。谢老，我送你。孙秘书，今晚只好先将就一下，缺什么明天给你送来。他们都在洗澡，我能不能也洗个澡？这恐怕不能。老站长请。啊，这是我原来那间房吗？是啊，老站长，您就在这里休息。啊，那张小叶紫檀的床和那张黄花梨的桌子呢？卖了啊？没有，都在仓库里边锁着呢。老站长要是觉得这张小床睡着不舒服，就让他们把那张大床抬来，洗擦一下，搬进来。不是。没事。哎呀，军统。在全国各站，像你这样拮据的人，几乎是太少了。哎，你们都进来。哎呀，不是呐，刚才说那张床，不是拿来睡的。哎，你问问他们几个，自从我把那张床搬到这儿来，我也没睡过。哎，我睡过吗？不是的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没睡吗？啊，张伯驹看过，300多年了。李自成打开封的时候，就从这张床上抓的福王。真正皇家的东西啊，是不吉利，但值钱呢。哎。我是特意给你留下的，你看看你，还把它锁到仓库里去了。说实话，
当时你要把它卖了，我看看啊，10万大洋。哼，你也不知道你给谁留着呢。你看看我今天，这样我明天呢给你联系个买主。现在如果出手的话，2万大洋吧。谢谢。这个事情咱明天再说。你也不知道你给谁留着呢。你看看我今天，这样我明天呢给你联系个买主。现在如果出手的话，2万大洋吧。谢谢。这个事情咱明天再说。老站长今天累了，你们几个伺候老站长睡去。睡不着了。真的，这个时候你还能把这间房子让给我？你说我又不看书，你让他们3个把那张桌子抬来啊！哎呀，让他们在门外守着，还不如进来陪我打麻将呢。好。老站长今天没带钱，去总务处先支500美金。就从行动经费上面走账，过后我来签字。去把桌子搬来吧。是。老站长，这儿以前是您的家，现在还是您的家。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怎么了？啊？没事儿，我身体不好，先去睡了。有什么事情？您随时可以叫我。哎，不是，明天啊，你抽点时间，你到我住的地方去，我那有很多好的东西，你看上眼的，你通通把它拉走，要不也给小人留下，不都是身外之物？哎呀，不是那干我们这行的，命不是自己的，可是身体是自己的。哎，我那有一个这么大的盒子，上面刻的藏经，里边装着2斤上等的虫草，你一定把它拿来。晚上睡觉前呢，用开水泡5根，早晨睁开眼睛，连虫草带水一块把它吃了。谢谢老站长。严春明同志隐蔽的地方有多远？不远，就在隔壁胡同。那能不能马上把他找来？好吧。小王，守好电台，一旦有新的电文，如果密码对不上，立刻直接交给我。是。部长，重要新电文。马上翻译。是。报告。部长，您看是不是这本书？没错，就是这本。你去吧。是。报告部长，这份电文多数密码译不出来，把能翻译的先翻译出来，译不出来的保留密码。是。
东南飞。任务行动：彻查民调会贪腐案，准备推行币制改革，组建方梦敖飞行大队，执行空域。核心成员：方梦敖，代号焦仲卿；梁经纶，代号刘兰芝。保密局北平站任务：严密监视接触焦仲卿、刘兰芝所有人员，发现共产党，立即秘密逮捕。见风。发2份电报。是。第1份呈中央城工部，我直接口述。是。指示收悉，任务明白，请放心。刘云。是。你复述一遍。指示收悉，任务明白，请放心。刘云。第2份发给北平2号。哎呀，又不是算八字，甭想了，这想出来的又不准确。我去找书。我想我是想出来了，是什么内容？写出来看看。肯定是那几个字，可是是什么内容，我不理解。没关系，你先写下来，我们一块儿理解。写吧，写错了也没关系。好。孔雀东南飞。那么这2道题是什么意思？焦仲卿、刘兰芝。连志明同志，为什么是这几个答案？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？好。那上0040，我原来以为呢是第40页，可是我一想，第40页的内容，语句不通。那时候我就想起来了，《玉台新咏》卷1里边收集了40首诗，
第40首诗里边的内容，我一想，通了。第40首诗的诗名，通常我们叫做《孔雀东南飞》。可我记得玉台新咏上印的是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7作。岳印同志很学问呐。玉台新咏卷1第40首，第1行是标题，就是岳印同志说的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7作。第2行、第3行是为这首诗做的序言。那么0004指的应该是第4行，下面的0001至0005指的是呢第4行的第1个字到第5个字，也就是说这首诗的第1句“孔雀东南飞”。不会有错了。第1道试卷的标题就是“孔雀东南飞”。至于这2个答案，还是不用解释了。我相信，就是焦仲卿和刘兰芝。老刘同志，您也会这首诗？我会什么诗？我看过这出京戏，姜妙香和陈砚秋演的。男角就叫焦仲卿，女角就叫刘兰芝。反封建的，戏是好戏。是。老刘同志刚才说的对，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八子先生。之前我坚持要把严春明同志请来，那是我确信严春明同志可以破译这份密码。严春明同志前年在南开大学讲解古乐府诗的时候，有一次讲的就是玉台新咏。当时他没有带任何书籍，却每首诗都能够背出来。岳印同志在南开听过我的课，一半是为了工作，一半是为了学习。可惜啊，我只能做一个旁听生。您的课啊，太受欢迎了，连窗外都站满了人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我。岳印同志，我提议让春明同志就在这里厢房休息，接下来理解上级的指示，缺不了他。大知识分子就是大知识分子。好，我同意。我服从组织安排。小心啊！走。小王，在。立刻回电华北成工部。是。指示收悉，任务明白，立刻执行，保证完成。你们俩在这等一下。还有几分钟就扫完了。我给过你们时间了。那就不扫了。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，需要调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方步听。行长昨晚出去了，所有的账都在我这里，查账还是审问，我代表北平分行，接受国防部调查组的一切调查。你代表不了北平分行。
也不需要你去代表。打个电话吧，把行长叫回来。我也不知道行长现在在哪里。他把账撂下了，自己跑了？这没有什么跑不跑的。昨晚行长和夫人带着东西去看崔副主任的家人了。查账吧。行长，开门了。哦，哎，小李，去打水吧。哎呀，哎呀。你先刷吧，我留半缸水就可以了。
谁啊？都打印完了啊，都打完了。先生先审看一下。如需急交财政部王云武部长。10点钟有一趟飞往南京的飞机。10点的飞机只怕赶不上了。知道楼下谁来了？是方毛。关心这个报告的是中央银行。方不停来了。那先生见不见他？方不停是摸底来了，钞票是中央银行印的，中央银行不点头，财政部想推行新币制，也就是一纸空文。哎，你已经2天2夜没睡了，去睡一觉。叫方不停在底下等等我，我把这新打印完的方案再看一下。别裁了，我就这样看。是。哎，你先吃点东西，去睡觉。先生，关系到北平100万民众和很多城市无数民众的民生，这个方案最好还是赶在10点之前的飞机递交南京。中央银行如果撤走，先生不妨叫财政部复制一份，交斯图雷登大使。我知道。你去吃点东西，先去睡吧。去。好啊。先生，如需急送，随时叫吧。去呀。方洪亮，早。梁先生早。姑父，木兰也不在家吗？跟我吵了嘴，搬小玉家住了2天了。时局变了，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做父亲了。是不配，配做父亲的人已经死了。您刚才说昨天晚上你们去看了崔副主任的孩子，伯钦和平阳问起爸爸了吧？你们怎么跟孩子说的？告诉他们，崔副主任去美国了。不是。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，我可以回答崔副主任留下的每一笔账。我不要你来回答，打电话叫你们行长回来。孟敖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毕竟是你父亲。何况这里边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。
子来逼自己的父亲。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，请你打电话，叫方步亭行长立刻回来，接受调查。给我半个小时，容我先向你介绍一下大概情况，行长回来你也好知道怎么问。我给你半个小时。哟，小云也来了。何校长，何伯伯，你现在是得多撑着点步亭。我主要是来看看您。哎，步亭呢？方叔叔听说您在看方案，和梁先生去小屋说话了，我去请他过来。不，让他们接着谈，你们接着做吧，我也再去多争取点时间啊。做完早餐再叫。庚子赔款以来啊，去美国留学的不少，成才的不多。梁教授是难得的翘楚。比起我的先生跟方行长，我们要学习的太多了。梁教授不必太谦虚。木兰就多次跟我提起过，说在经济学方面，你就强过我甚多。木兰能做你的学生，她很幸运。几千年的帝制是推翻了，却很难推翻封建的落后思想。尤其是我们这一辈，生于光绪年间，青年时拖着辫子从农村走向城市，后来剪掉辫子，要从中国走向国外，看到人家工业那么发达，回来以后还是想过旧式的生活。中国必须发展工业，发展经济，走向民主。靠我们这一辈是不行了，只能寄希望于我们的后来人。你们算一代，到了木兰教育他们就会更好，都是先进青年。梁教授，你不觉得这些女学生都很可爱吗？是很可爱。谈一个私人话题，如果是自由恋爱，你更喜欢木兰还是小玉？我问的是不是有些唐突了？我不明白方行长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么一个问题。因为今天我和何校长会谈到这个话题。时局再乱，儿女的婚嫁依然是个大事。我们家木兰仰慕你也不是1天2天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梁教授应该给女孩有一个明确的态度。我和何教授也正好有过商量。爸爸，梁先生，何伯伯请你们吃早餐了。知道了。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私人话题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话题。何校长在帮助政府论证币制改革，你对西方经济观念理解的应该更为透彻。提醒何校长，按照经济规律分析币制改革到底可不可行，责无旁贷呀。方行长不耻下问，这么早就跟我谈了2个话题，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，这2个话题到底哪一个与我有关？2个话题其实是一个话题。长官，柯达同志也刚回来不久，你们再等会儿吧。
是。进来吧。长官，10多点了，他们来了吗？来了，在外边呢。对了，这是您要的新月派诗集，这是刚抄好孔雀东南飞的诗。叫他们进来吧，长官，您先把饭吃完嘛。是。你们进来吧。将军。给。吃吧。是。梁教授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报告将军，梁教授一直在何副校长家。另外天刚亮，方不停又去了何副校长家，现在也在。那梁教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离开？将军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我们不能跟梁教授有任何的接触。继续监视，有情况随时报告。是。去吧。只能打电话了是吗？应该是。方叔叔，您还没吃呢，先吃吧。何校长还在楼上等你呢。梁教授这样的国家人才，竟然连顿饱饭都不可得，我们这些人失职啊！木兰，把我这份早餐给梁教授端过去。嗯。不吃，你也应该先接过来呀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走神了，在想一个问题。方行长刚才说什么？你们收拾吧，我该上楼去了。我去接。还是关于那份报告的问题。昨天半夜，我们校长定下了新的主题，明确了具体的要求。电话里一句半句是说不清楚了。
我现在急需您过来看看这份报告。那可能要到10点以后了。10点前，我们何校长有一个重要的方案要赶送去南京的飞机，我必须得帮忙处理好。一直到9点接方案的汽车来。那好，那就11点前，请你务必赶到。务必。好。我可以接电话吗？当然。就在这里接。北平分行，请问哪位？这么早，打扰了。我们是中国银行北平分理处，有一笔账想请问你们央行。请问，您是方行长，还是谢乡里？现在方不方便？方便。方便，请说吧。我们董事会昨晚得到消息，南京方面正在查一笔呆账，这是一笔由古诗为代号的呆账。我们必须立刻明白，这是一笔什么样的呆账，然后立刻向总行报告，请谢乡里立刻和南京方面派来的那个人取得联系，问一问他，知不知道南京方面会如何处理这笔呆账，由谁来处理？要我做什么？请谢乡里将关于他个人以前的那些账的来龙去脉，跟他说清楚，说彻底，不要再有任何隐瞒，要让他相信，关于他的那些账，我们都承认，也要让他明白，账要还，所有的账都要还。现在是该向那些人算总账的时候了。谢乡里，不知道我将董事会的意见传达得清楚不清楚？非常清楚。南京派来的人就在我身边，现在办公室里就我们2个人，整栋楼里也只有我们2个人。我知道该怎么说，请问还有什么要求需要向他了解？很好，让他相信你，让他相信我们，并请他将南京方面最近派给他的任务给我们透个底。今天上午，我们必须向总行报告。